塞尔比这是被打哭了吗？临下场还指着自己的脑子说：“我有毛病。”这也是奥沙利文最想打147的一次，2次强行纠错，咬牙硬拼，最后更是需要通过抢黑才能决定胜负。两位水火不容的老冤家相遇，第25次奥赛大战，技术上登峰造极，剧情上几度反转。赛大师开局一个连攻带防，红球没能打进，母球也没能跑回上半区。此时粉球正下方的红球确定能够单下，但是回弹的红球却点燃了火箭冲击147的欲望。好球，左手的一个空心入袋，奥沙利文正式入局。为什么说这是火箭最想打147的一次？因为就在前几天对阵平奇斯的比赛中，火箭任性的轰出了一杆146，引发了媒体和球迷很大的震动。之后，丁俊晖在比赛中打出生涯第6杆147，媒体阴阳怪气的嘲讽火箭丢了单杆最高奖。正是因为有这些背景故事，才造就了如此精彩的一局比赛。火箭心细如丝的控球，小半台围球无比丝滑。现在目前最大的难题还是怎么处理球堆的问题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意外，散落的简单红球优先处理。太细腻了，母球一库来单叫粉球下方这颗红球，而且预留出了向下的角度，方便衔接黑球。那下一杆就是关键的炸球堆。很可惜，并没能 K 散球堆。意外的是 ，K 球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左右两侧都有可以单下的红球。但是偏偏火箭正在冲击147，这2颗球都无法衔接黑球。奥沙利文只能选择难度更大的红球。太精彩了！强拼一杆中带和绕台较尾，碰到红球应该也在火箭的预料之内。母球总算是涉险到位。奥沙利文只要想打147，好像真的不考虑难度的问题，太残暴了。经过一个黑球的调整，母球也顺利纠错回来。目前最大的难题还是球堆的问题，但是火箭做梦都没想到，这个球堆完全不给他任何面子。这次确实把球堆炸散了，但是中带的红球仍然没有办法叫位黑球，有简单红球却不能打。你说闹心不闹心？但是火箭还是决定拼了，再次选择了难度超大的底带红球。如果没有打进，那就等于白送给塞尔比一局胜利。太神了，干净利落，心情舒畅，强都不服就服火箭。但是谁能想到反转会来得如此之快？就在大家认为147已经稳了的时候，火箭居然打丢了最简单的黑球，奥沙利文自己都气笑了，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。现场满是替火箭惋惜的惊叹声。不过按照奥沙利文当年的脾气，他真的会因为媒体的嘲讽完成147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如果火箭在克服这些难题之后，是打147的概率大，还是打146的概率大呢？接下来就是赛大师的迷之操作，一局球能同时展现自己牛13和傻13的奇葩存在。此时落后56分，黑球半贴库，想要拿下比赛，最保险的就是不用去打黑球，那就意味着7颗红球，只要3颗链接粉球，就能确保拿下比赛。但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赛大师，全局展现了惊人的围栏上分能力，居然会因为算错分导致输掉比赛，难怪他会指着自己的头骂自己。塞尔比这几杆围球，绝对也是大师级别的。第3颗红球打进，顺利叫到篮球。此时粉球的左侧底带已经可以单下。
但很显然，赛大师似乎还没意识到分数的问题，放弃了中袋可以叫粉的机会，仍然选择叫位篮球。不得不承认，这篮球叫的是真漂亮，可能清脆的响带声是赛大师迷失的原因吧。抓住一切机会，在火老师面前秀一把。台面还剩3颗红球，这个时候如果全都叫粉，还有机会不用抢黑。事实证明，再严谨的人也有打瞌睡的时候。Looks like it will respot. Actually on the spot. It is now. He wants the pink to spot. The red to be able to go past the pink. 低杆发力上来叫篮球了，打的那叫一个投入呀！赛大师当时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呢？看火箭的表情，压根也没有去想过分数的问题。最后一个红球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，可能是灰尘进入了眼睛，总不能是场下观众提醒分数。赛大师伤心的流下了眼泪吧。其实最后一个红球，如果赛大师选择叫粉球，即便最后一颗黑球被火箭打进，赛大师还有一次颜分争黑的机会，但是他还是完美的错过。好球，完美的线路，母球3库精准的叫到黄球，这局球2位大师都贡献了超级精彩的表演。She's the only awkward ball. And that can make a massive difference in this frame. How do you think? 57比57，打进粉球以后，塞尔比领先6分。除了仅有的一次叫粉，赛大师全局都是围篮得分，控球能力毋庸置疑。下场的赛大师指着自己的美男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这局球我就是不想赢，让他火箭一局又何妨？” 火箭这杆失误了，直接大乱，这是要嘲讽塞尔比准度不够吗？赛大师更是直接偏到老婆家了，看来算错分的阴影对塞尔比还是有不小的影响。不过好在落点还算安全，但是看火箭这个凶狠的眼神，接下来的事情肯定不简单了。嘎嘎准，64比63，火箭超1分绝杀塞尔比，最终以5比1强势晋级4强。这是火箭最乱的决胜局。30岁的奥沙利文对上36岁的亨德利，两个将进攻融进血液的大师决赛相遇，16局的鏖战未分胜负。此时红球杂乱无章，相互牵制，粉黑已被锁死，蓝绿也都半贴库。就算能找到可以进攻的红球，要避开其他红球上来衔接黄球和咖啡球，都是绝对的控球大师。况且还要一杆制胜，那简直难如登天。台皇似乎发现了一颗单下的红球，但是选择进攻的话，母球完全没有回防的线路。拼得太凶了，即便红球打进，母球的落点也没有叫到任何的彩球。这莫名其妙的冲动，大概率是认为火箭也无法一杆制胜。而这一轻敌的举动，也彻底打通奥沙利文的任督二脉，直接助力火箭封神之路。
好球！母球有且只有唯一的线路，精准的叫到黄球手反位。想要一杆拿下比赛，火箭必须尽快将篮球复位，不然每一次的大范围绕台较位，不仅容易失误，而且上分也会很慢。强烈的低杆左塞，母球一库拉回来去叫咖啡球，如此通透的发力，还能精准的叫位，除了火箭就只能是奥沙利文。红球的角度仍然没有办法去叫篮球，但就是这不太起眼的调整，才是奥沙利文无法复制的围球思路。而且现在局面的复杂程度，连火箭也不得不降速处理。休息区的台皇两眼放空，或许是为了刚才的鲁莽而反省，又或者是感叹属于他一人称霸的时代真的一去不复返。这杆红球中带是准备复位篮球，但是力量稍大，给自己增加了击球难度。太稳了，奥沙利文的中带就是让人放心。复位篮球的难题终于解决，但是下一颗红球如何选择，就是一杆制胜的关键所在。选择了中弹红球，那就意味着准备去炸球，顺便连粉球一起解决。漂亮！火箭的 K 球总是有4两拨千斤的奇效，至少 K 出了4颗可以单下的红球。看到即将快速上分的局面，座位上的亨德利心情复杂，有比赛的紧张，也有发自内心的羡慕。又是一个针线活，利用红球借停母球，完美叫到粉球中带。火箭很少打得这么仔细，这也是对亨德利足够的尊重。火箭不修边幅的外表和对围球的心细如丝，真的是非常极致的反差。30岁的年纪，不再需要华丽的杆法来自我证明，配上行云流水的围球和无人能敌的天赋，斯诺克毫无争议的第一人。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，深知已无起身可能的亨德利已经完全放弃挣扎，认真的欣赏火箭打球。奥沙利文也越打越快，因为最难的球已经被自己最先解决再开始。看火箭打球真的如饮美酒。为了提高效率，火箭换上了左手。当年左右开弓可是火箭的绝技之一，现在00后的中国小将基本都能做到两手并用。火箭对斯诺克的提高和影响公布61-0，火箭成功完成超分。威尔士现场掌声和尖叫声不断。At the outset, black was tied up, pink was tied up. Almost on the side cushion on the ball line. 这杆失误了，母球低杆贴上了篮球，妥妥的一个左手身材球。火箭大概率不会选择架杆。果然没有打进，就当火箭不太满意的准备下场休息。潇洒的亨德利快步赶来握手练习，男人间的战斗赢得潇洒。
输得干脆。 这是奥沙利文最惊险的一次逆转，真黑大战上演3库归中，直接一杆封神。这也是当年世锦赛决赛决定冠军走向的一场关键球局。粉球入袋，小特正好完成超分，只要打进这颗红球，火箭肯定不会再次起身。换上右手的准神，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红球没打进，这让全场都始料未及的一杆，也直接影响了小特整个第一阶段的发挥。62比25，火箭落后37分。 台面最高还有35分，虽然只有一杆斯诺克的差距，但这一局却经历了无数的反转，造就2022年世锦赛最佳逆转局。尝试做斯诺克，这样的话只需要来做一杆，有机会令到特鲁姆普罚分的话这个还是有机会赢下这一局。这一杆，粉球应该是没挡住啊。 火箭第一杆斯诺克就漏球了，这样的长台对于准神小特来说，简直就是探囊取物。但是重压之下，准神已经连续2次手软，这样的失误对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而且绿球和咖啡球的落点还是做斯诺克的绝佳位置，小特此时内心承受着10000点暴击伤害。玻璃。 这杆是有机会把白球藏到咖啡球的后边，贴得越近，对特鲁姆普来说呢，解球的难度也会越大。火箭的斯诺克一出手就是王炸，绿球远离库边，这杆要解球难度很大。果然没有解到，超分优势瞬间化为泡影。最要命的是还送了一个自由球大礼。就在大家都认为火箭可以一杆拿下比赛的时候，意外先一步拍马赶到。 不行，这位置没有进攻机会，对小特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。只要能快速调整好心态，这一局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作为唯一一个能和火箭交手、战绩平分秋色的球员，面对世锦赛决赛这样的比赛，长局制考验着技术的稳定，冠军荣誉考验着心理的抗压能力。有时候一个瞬间的心理暗示，就足够让一个人万劫不复。 好球！火箭这一杆防守，足足让小特长考了将近2分钟。常规来解的话，不论怎么防守，绿球都是失控状态，只要运气差一点，就有可能大漏。神来之笔，5球加右赛1库来解，这也是唯一的安全解法。其实球迷也不是不能接受长考，能打出高质量的球。 观众从来不会吝惜他们的掌声。角度呢薄进，刚好是白球可以回去来做这个咖啡球。很可惜，小特这一杆本意是想用黑球藏住母球。 力度其实控制的不错，无奈绿球打得太厚，导致没能成功。但是火箭并不打算一直拉扯下去，贴库的绿球也是趴下就打，绿球还真的翻进了底袋。倒霉的是白球也没能幸免。我们再看一遍，白球摔袋之后，火箭如果完成清台，也就正好延分，而且还要送小特一个手中球。奥沙利文的努力恐怕要付诸东流了。 手感彻底冰凉，手摆球，而且难度不是很大，这是很典型的自信被打没了。小特面对超分后3次绝杀的机会，全都完美的错过。准神状态不佳的时候，让人有点心疼。而且留机会了，这盘球真给机会啊，小特。力量 ，3。真的太准了！咖啡球沿着中线入袋，小特也是看入迷了。现在的球型基本没有失误空间，清台的话正好66平。世锦赛决赛的真黑大战真不常见。
这盘这小特真是啊！首先超分之后的那个红球，之后又是黄球，紧跟着又是绿球，感觉这盘有点儿，这接连出现简单失误。18。打进黑球啊，平分的一个状态，双方呢会把这个黑球重新打进黑球，紧张刺激的争黑大战也要一触即发。火箭猜对硬币获得选择权，决定让小特开球。我老师猜对了。正常情况下，第一杆球不太可能漏球。但是这杆球，这个是有意的控制啊，但是感觉稍稍打薄了一点点，有点微。这位置，总之是没机会进攻。解说刚刚说完没机会进攻，火箭急速打脸就来了，漂亮的3库归中。